真倒霉了，喝凉水都塞牙。那天我买了个瑜伽带，听说这玩意儿哪都能练，都能顶上一个健身房。这是虐妇，这是虐腿，这是虐……呸！这一天我都戴着墨镜上班，一直不敢摘。老板竟然以为我在睡觉。我其实就是在睡觉，因为哈喇都躺大腿上。戴个墨镜多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我这小脑袋瓜就是转得快。我跟老板说，昨晚熬夜加班做不出方案，哭了一晚上，让他愧疚去吧。不怪我，带伤上班，看没有？老板直接一顿当众夸奖，说带病上班令人感动。我来上班纯属因为在家吹空调费电。老板说这一天啥活都不给我安排，就让我好好休息，吹着空调喝着茶，太平咔咔脆，我嘎吱嘎吱一包接着一包炫。老板，我也看不见了，不行，我也得歇会儿。好景不长啊，这红了没2天就下去了，老板也开始怀疑了。为了多躺几天，我照着之前受伤的样子，在脸上又画了几道。哎，没了。哎呦，够严重！那天在会议室投屏看剧，我趴桌子上睡着了，一醒来，我懵了。开会呢。那我出去。这儿。好。当一群00后接管了公司，会有多可怕？那天老板要出差谈客户，临走之前是一顿交代，说的好像自己回不来了似的。但等门关上的那一刻，电信诈骗吧？开单了。完事我去厕所给水枪冲水的时候出事了。我手抠着那水龙头，我是一动不敢动。可公司那帮人一看我站着不动了，就开始哐哐滋我。这不是我们自己留一钱年轻吗？对呀。那我一想，这可不行，我不能在这一直抠到下班吧。于是我就想了招，那水龙头就是下一个洗手能坏的喽。可我一到公司门口没声了，直觉就告诉我，这门后面绝对有1万个人等着阴我。我就折回去做了个大号水枪。他咋回来了？过了啊！咋啥事都能让我赶上？老板说他走半道了，客户说合同取消了，他就又折回来了。老板，快消消气吧。客户与我签了。好，我上个洗手间马上走。他说去哪？前2天公司活动我中了辆车，不信是吧？我操，当时我也不信啊！直到老板让我去逛货，他他妈抵账抵来的2手车。说实话，白捡的车咱也不挑毛病，但他是真有毛病。他刹车连着喇叭，关键是上路显得我很没素质，你知道吧？在路口停车礼让行人，差点没让人老太太跑起来。这一到红灯就显得我格外扎眼，他们都在怀疑这是不是红灯，问我催什么催。更离谱的是，他们居然给我让开道了。正能量，家人们，是不是新闻看多了，以为我要生了？你说面临这种有爱的场景，这红灯我是冲还是不冲啊？得冲了，因为人家交警在前面骑着摩托车给我招手呢。后来这大道我也不敢走了，一路顺着小道滴滴答滴滴。我寻思着找个没人的地方叫个拖车拉去修吧。我刚一刹车，直接从草丛里边炸出个没提裤的大哥，一看就刚蹲下。别问我咋知道的，因为他当着我面，他就没忍住，他就。我赶紧把刹车松了，毕竟把屎都给他吓出来了呀。可他没提裤子跑不快啊，眼看就要跟上他了，我就又刹车了。他又站那不动了，当时我俩急得都快哭了呀。大哥觉得不就是草丛蹲个坑吗？也不至于这么折磨他吧。后来我车弟弟来的人越来越多，都盯着他看，他急了，拉开我车门就跳我车上来了。后来咱也不知道哪个热心群众报的警，反正这事儿说不清了，因为让我俩下车的时候，他裤子还没提上。操！抗麻人拔智齿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？我现在就好像偷蜂蜜被蛰了的小狗。我抓紧路边2辆出租车，想着赶紧回家。可我刚上车，发现脸肿的手机解不了锁了。
我带着我那沉重的半边脸坐上了回家的地铁，不知道是拔牙哭累了，还是口罩太闷了。当我醒来的时候，他很礼貌，没有吵醒我。但当我尴尬的从他肩膀上挪开的时候，我的嘴角从他的肩膀丝滑的拉出了一条红色的哈喇子。他的眼神告诉我，他也不会。我抢过棉花塞进嘴里，连跑了好几个车厢，但我还是没想到，他特意把假睫毛和双眼皮贴还给我了。那晚回家我哭了一宿，可我一睁眼，我咋又在医院？据我妈所说，事情是这样的：早上起来她叫我起床，我怎么着都不答应。她靠近一看，我嘴角流淌的红色哈喇子都流到胳肢窝了，枕巾和被套也都湿透了。她以为我大出血要嘎了，所以，哎呦我的孩儿哎！这个醒哎，我的孩儿哎！来吧，先把排骨汤喝了。我终于知道我为什么在骨科了。一个滑稽少女一屁股坐牙签上是种什么体验？啥事儿？昨天陪老板接待客户，我没坐下之前，这本来是顿值得期待的火锅。来，坐。还有这顿饭吃的我如坐针毡，嘴巴辣，屁股也辣，一晚上厕所都没敢起身去啊。临走我终于知道济南方言里的拔腚是什么意思了。有病！走。第二天上班，我立刻找老板解释清楚，他也没有犹豫，给了我1天病假。你放心，算工伤。我真的谢谢。怎么了？靠！我赶去医院的时候，还正好遇见了在这工作的姑姑，她热情的让我描述一下病情，好找个熟人给我看。我有个屁股疼。我在说什么？这玩意儿能有几个呀？我看着护士在我病历单上打了个星号，我问过之后才知道这是代表自己人啊。你哪科室的？哪个科室的？这么个自己人啊！实习生。他好像对实习生有一种别样的感情，露出了一副等了好久，终于等到今天的感觉。随后他拿起手机，我以为他跟姑姑确认是不是我，但没想到他去摇人了。都好好看，好好学啊！他当着一群实习生把我屁股翻了得有10多分钟了，就一个针眼，你至于这么研究吗？所以这是典型的内外混合制。痔疮，所以我昨晚不光长了个屁股，还拉出来个痔疮。事情还没完，大家轮流观察完之后，还要轮流上手。有个手欠的实习生直接把我痔疮连根揪了下来。我这好像不是痔疮啊，这是根金针菇。我操！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当足模，但没想到是这个后果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公司昨天接了个足部产品拍摄广告，客户来公司挑选网红当模特。我公交车上那个网红是哪个？我这蹩脚的脚丫子怎么拿得出脚啊？于是我晚上斥巨资给他大屏小屏的泡了2个小时。第二天起床，我都想倒立去公司，双脚从未如此丝滑过。可到了正式拍摄的时候，在聚光灯下烤了2个小时的脚开始产生了微妙的变化，它冒泡了。我才想起来，昨晚用的去角质霜是隔天才起作用的。随后就是一阵爆米花似的爆皮，跟下了雪似的。他们哪见过这场面呀？客户都给整懵了。此时此刻，我只想抓紧找个足疗店搓搓死皮。老板向我强烈推荐他们家新引进的鱼疗项目。我脚放下来的时候，整个池子里的鱼都被我吸引来了，开始对我一顿猛嘬。我谢谢你啊！当然得谢谢我了，我把它鱼类的宝宝的不得给我打个折嘛。全给我撑死了！撑！我还以为他们吃饱了仰泳呢。3千。我花了大半个月工资买了几条吃脚皮的仰泳鱼，就带回去给我家猫开个荤吧。回家之后，老板和同事还怕我受打击，特地赶过来安慰我。这叫气人，好好用啊！我也在饭桌上解释了今天发生的一切。好了，快吃吧，看这鱼不错。是吧？萌萌刚带回来的。啊，我
哎，这个时候的鱼还有鱼籽呢啊！我操！没想到我一个花季少年也轮到了凶检的这一天。抱我干嘛？抱设备。最近洗澡总是摸到一个小肿块，我就想去医院做个胸部检查，但我万万没想到，给我胸检的是个男医生。为了报警。报警？看来他是想通过比较礼貌的肢体接触来帮我诊断。嘿，报警了！你抱我干嘛？抱设备。我希望所有女孩子都不要知道木马检查这个东西，它非常科学且正经，但绝不礼貌且人性。简单讲，就是把兔兔夹住拍照片。正在我忐忑不安的时候，更糟的消息来了。那你下来吧，不用做了。完了，检查都省了，看来治不了了呀。那也得给我一个不活的理由吧。大夫，你让我做吧，我能接受。太小了，做不了，你做下一个吧。他没有侮辱我，完全是我自取其辱。幸好我在第二项检查的时候遇到的是个女护士，女生就没什么尴尬的了吧？别害怕，把前面这俩扔后面。啥？把前面扔后面？为什么此时此刻我脑海里闪过了一群骆驼？这种反人类的姿势我做不到呀！想办法，不要把他们在前面。能有什么办法呀？检查的时候还得平举双手，难不成让我用嘴叼着？还有。啥？他竟然同意了！我严重怀疑这家体检的专业性，这不明摆着欺负人的吗？你们什么意思啊？其实平胸是吧？我就想检查不了嘛！这一刻，我挺胸抬头，面对我的质问，他明显慌张了。这是金属的，不能靠你仪器，懂了吗？我操！是这个放后面。完诊室的人都随着我的声音围了过来，他们在认真听护士解释的同时，我也即将成为这里未来10年的经典笑话。我操！